Puma Forever Faster 这句 tagline 相信是许多跑者非常熟悉的精神标语。大家好，欢迎回到Run Lotti John Channel。今天很高兴为大家介绍我个人非常喜欢的跑步鞋，那就是 Puma 家的两款碳板跑鞋 ，Puma Direct Nitro 2跟 Puma Direct Nitro Elite 2。首先，我会为大家开箱这两款碳板跑鞋的原因，是因为它们都是陪伴我日常训练和比赛的战友。我手上的这双就是 Direct Nitro 2，这个颜色是 Ultra Blue Fire Orchid。鞋面是以黑色为主题，然后中底配上类似像 Pepsi Cola 的渐变颜色，低调中带点时尚。我手上也有另外一款同款不同色的 Nitro 2，就是 Puma 75周年特别推出的颜色，是以黑绿色来搭配，而且 Puma 也特别设计了它的鞋垫。Nitro 2在马来西亚的官方售价是719令吉。Nitro 2是 Puma 第二代碳板日常训练跑鞋，它就像是待会我会介绍的 Elite 2的弟弟，它在材质与设计上比上一代有不少的更新，它的稳定性、舒适性令跑者们更容易驾驭，是同级对手难以相比的。难怪2021年跟2022年连续2年得到权威杂志 Runner's World 编制之选的金奖。那另外 Puma 也针对长距离精英跑者打造了 Direct Nitro Elite 2竞速型跑鞋，我手上这双就是 Elite 2，这款也是 Puma 75周年特别推出的颜色，是以黑白两面为主题，而且鞋面上的花豹也比 Nitro 2的来的大只，对比起 Nitro 2的小花豹 ，Elite 2显得更加凶猛。这双鞋在马来西亚的售价是929令吉。Elite 2是 Puma 第二代的竞速型碳板跑鞋，第一代命名为 Elite Racer， 这一次鞋款也有不少的改进，相比起上一代稍稍增加了厚度，也比上一代重了一些。虽然布面不再像上一代透明害羞，但穿着第一印象就是支撑性和舒适性更好。这次很特别，因为有机会可以从 Puma 那里拿到 Nitro 2跟 Elite 2的鞋底。首先，我们来对比一下两款鞋子的鞋面，可以看得出 Nitro 2的布面会比 Elite 2的布面来得厚。虽然 Nitro 2的布面比较厚，但我在日常高温的天气下训练也是非常透气，基本上21公里到30公里的 LSD 也没有湿塌塌的问题。Elite 2采用超轻薄透气的布面，相较起 Nitro 2鞋身更为透气，而且有效降低跑鞋整体的重量，让鞋子来得更轻。但如果跟前一代的 Elite Racer 相比，是比较厚了一些。Elite 2所使用的布面在透气性、散热性已经是很有水准，甚至在跑完全马赛事也没有太多闷热感。此外，这两款跑鞋鞋身侧面也压上了 Power Tape 贴条，让鞋子的整体包覆性更强，在稳定性方面提供跑者更多的帮助。跑动过程中，当肌力渐渐下降时，跑鞋的包覆度能够适当的补上，以维持步态稳定。当我在使用这两双鞋子时，整体感受会非常不一样。相较起 Nitro 2，Elite 2的鞋身包覆会更加紧，感觉就像它牢牢贴在你的脚上，给你10分的安全感。至于这两款的鞋头空间都是属于比较宽敞舒适性的类型，因为我的脚掌比较阔，所以需要找到适合的跑鞋并不简单。在跑半马和全马的情况下，这两款鞋子完全没有给我的脚趾带来任何的问题，所以在这一点我要给这两双鞋子比个赞。接下来我们来看看鞋子的中底。说到中底，就不得不说 Puma 在2021年研发创新的 Nitrofoam 氮气科技中底，将 Nitrogen 注入像我手上拿着的这个小型杯膜中，让它发泡延展。根据官方表示， Nitrofoam 比传统 EVA 来得更轻上46%，同时 Nitro Elite Foam 是 Puma 精心研发进阶版的氮气科技中底，相较常规的 Nitrofoam 它更轻上30%，而且回弹力更加强。Nitro 2在这
这一代中底及厚度有2大的改变。第一代的 Nitro 中底都是以常规的 Nitro Foam 组成，这一代 Puma 把中底分上下2层来设计，上层用了进阶版的 Nitro Elite Foam， 跟 Elite 2是一样的，主要是在前掌的位置着重回弹，下层用了常规的 Nitro Foam， 着重稳定，主要在脚跟的位置。另外整体的厚度也比上一代厚了6mm， 所以 Deviate Nitro 2在缓震方面比上一代有着明显的提升。Elite 2和上一代的 Elite Racer 中底的原料是一样的，分上下2层都是以 Nitro Elite Foam 为主，所以鞋子相较 Nitro 2之下也比较轻，回弹力更高。Elite 2的鞋跟厚度是36mm， 前掌厚度是28mm， 有这8mm 的落差。在下脚后，中底瞬间压缩，反应快速回弹，而不会有下沉的感觉。个人认为很好驾驭，不需要太多时间适应。另外，这次 Elite 2相较前一代的中底用料更多，在下脚也更加柔软，所以我认为这一部分更加贴近一般跑者的需求。接下来我们来讨论鞋子的碳板。Puma 全新碳板科技，名字由上一代的 Inno Plate 换成 Power Plate。虽然 Nitro 2和 Elite 2碳板名称都是 Power Plate， 可是它们采用了不一样的碳板。Nitro 2使用的是叉状碳板，而 Elite 2使用的是全掌碳板。Nitro 2的碳板设计相对比较容易驾驭，而且不是每个跑者一开始都能适应碳板跑鞋，或者是刚性和回弹性高的跑鞋。在使用过 Nitro 2的鞋后，我认为它非常适合初次想要尝试碳板跑鞋的跑友。而这款 Elite 2的全新碳板设计真的是有料，在刚性方面 Elite 2相对来的强很多。无论是碳板表面，或者你用手掰一下，你都可以明显感觉到它比 Nitro 2更加激进。当你把 Elite 2和 Nitro 2的碳板夹在一起时，你就会发现 Elite 2的碳板的弧度更高，所以它更加激进，回弹力更高。当我第一次使用 Elite 2的时候，我的 10K 配速4分半，每一次脚掌落地都能明显感受到跑鞋所带来的强劲回弹效果。不得不说 Puma 这一片 Power Plate 没有让我失望。接下来我们来说说鞋子的大底。Nitro 2外底用了 Puma Grip 橡胶，雨天在钻地也有试跑过，无论是干湿也有很好的抓地效果。这一代橡胶厚度增加了，坑纹也更加深，所以有种轻越野的感觉。厚度的增加令它比上一代更加的耐磨，接近500公里的里程，鞋底的纹路还清晰可见。另一个值得强调的是 Elite 2全新设计的大底，用了 Puma Grip 防滑橡胶大底，大底纹路像是水珠的设计，可以说是大改版，在耐磨的程度上可以说是大大的提升。我的 Elite 2跑量大约接近300公里，可是纹路的磨损程度并不高。第一代很多人反映说雨天在钻地的防滑效果不是很好，可是这个问题在第二代完全被解决了。虽然间接增加了整双鞋子的重量，但也提升了防滑性跟耐磨性，可以说是第二代整体令我眼睛为之一亮的部分。那接下来我就聊一下这2双鞋子经过500多公里和接近300多公里的体验。我日常都使用这双 Nitro 2来到应付我的日常训练，包括 LSD 和节奏跑。Puma Deviate Nitro 2可说是非常适合长距离的训练，在长距离训练不容易感觉到脚的疲累，稳定性也不错，而它的碳板设计相对比较容易驾驭。在使用过 Nitro 2这双鞋后，轻松的抬起双脚，简单的回馈，包覆性以及稳定性表现都非常好，是一款容易上手的碳板跑鞋。针对 Elite 2在竞速高阶的跑鞋中，作为一般赛事的比赛鞋，绝对是绰绰有余。我的近期的半马和全马的赛事都是穿了 Elite 2来到完成，而大部分的赛事都得到了个人佳绩。可以说它像是我的 PB 战鞋一样，像是近期的 Garmin 半马以1个小时33分完成，和越南下龙湾全马3个小时30分，都是以 Elite 2来到迎战。虽然它的重量比前一代重了些许，可是它充沛的回弹力和鞋子整体的包覆性似乎可以掩盖这方面的缺点。对比常规的 Nitro Foam、Nitro Elite Foam 更软更弹，更重要的是它更加的轻。它的软弹是非常优秀的，虽然它的中底厚度相较起其他的产品会来得薄一些，可是却没有影响到它的回弹性的。
如果是初次接触 Puma Nitro 系列的跑鞋，或者是想试试所谓的碳板跑鞋 ，Nitro 2绝对是值得推荐的跑鞋之一。它是一双定位在日常训练的跑鞋。Puma 为了让大众有机会在日常跑鞋体验到 Nitro Elite Foam 跟 Nitro Foam 双密度中底的配合，他们打造出了偏稳定但又不失回馈度的调性跑鞋。有别于多数的碳板跑鞋强劲马力 ，Nitro 2是相对好上手，容易驾驭，尤其鞋面整体的包覆贴合度。而 Elite 2的定位则是进阶版的碳板跑鞋，做强度训练或者比赛都可以说是没有问题。如果跑者们想提升实力 ，Elite 2是非常适合作为跨入竞速碳板跑鞋的首选之一。基本上，其他品牌的后级跑鞋在碳板的快速反应下，通常需要跑者具备一定的肌肉耐力或者更快的转换步伐才能驾驭，否则在一定的时间后会显得疲累。然而这一次的实测发现 ，Elite 2在反弹性和稳定性方面能够保持一定程度的平衡，或许在推进方面可能不如其他的产品那么锐利，但稳定性绝对是数一数二。大底的设计更具有良好的抓地力跟耐磨性，使得整体的性价比更高。日常跑鞋 Nitro 2再配上竞速型跑鞋 Elite 2，绝对是般配。如果你喜欢我这集的开箱影片，记得给我按赞、订阅、分享。我们下期见，拜拜。